如果我問你江南是什麼感觉，你腦海裡大概率是水鄉、小橋、園林。但我再問你，除了瘦西湖、揚州還剩下些什麼？估計10個人裡有12個答不上來。其實我之前對這些江南城市也是糊里糊塗，蘇州、杭州、無錫到底有什麼區別？直到我來到這座城市，我才發現了江南的味道絕不是千篇一律。作為一個攝影師，我想帶你去看一座把高級感刻進骨子裡的宜居之城。這次我來到了揚州。在揚州逛街是一件奇妙的事兒，一個近1200年歷史的唐代石塔，就這麼明晃晃地立在繁忙的馬路中央。現代的電動車和古老的時間交錯而過，卻沒有半點違和。我看揚州的城建資料上說，我們不和人家比高樓、比規模、比洋氣，而是比特色、比秀氣、比大气、比文氣。的確，這時候我才發現，他們真的做到了。你们看这个环境啊，还有这绿树，真是，这一下子从山东过来，这树就特別綠，多好看這樹！太棒了！我知道這麼比較可能有些不恰當，而且有人聽了可能會不舒服，但揚州真的有讓我在日本京都的那種感覺，那種克制的審美，對城市細節的呵護，甚至整個城市的鬆弛感都如出一轍。但揚州比京都更好的一點是，京都那些無處不在的陰氣，揚州是半點都沒有，它是明朗的、高級的，它把江南風景裡所有破敗的、髒亂的元素全部過濾掉了，只留下那些最極致的審美。你們看這個揚州的博物館前那些仿古的石像，幾乎就和我在京都國立博物館前看到的那些石像如出一轍了。你們是不是覺得我說的有些牽強？那就請往後看，你們就會發現，來揚州一定不只能去瘦西湖。這是揚州博物館邊上的明月谷，這裡應該不是什麼景點，反正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完全能理解揚州的地方。這裡有博物館、大運河劇院、美術館，在江南的大部分城市裡都會有這樣一個功能齊全的公園。最重要的是，這些公園無一例外的會匯聚濃濃的江南氣質，那種優雅、平靜、傳統和現代完全融合。這是這個揚州運河大劇院啊！我的媽呀，你看這，哎呦，這不用去逛園林，人家這個哪兒都是園林。你看，他們這把這個公共空間啊，完全弄成了公園，你知道嗎？你看這還有一個亭子，多好！哎，我們上這個小亭子看看，亭子居然沒人。這可是我去過的最高級的公園了吧？就它園林的特色就是走到哪都是一個景，然後你再看這邊，哎呦，又是一道景，非常棒啊！你們看住這兒舒不舒服？還沒人划船，要是我就下去划一下。這天氣又不熱，就你說你住的這種地方，它不是鄉下，就是視覺上它特別像鄉間的那種感覺，就像那農戶人家，柳樹一飄，我的媽呀，這景兒！你平時就在這種地方生活，
不只是在明月湖，隨便走到一個揚州的街道上，就可以給你免費的園林體驗。在文昌中路這個二道河邊上，夾在生活空間裡的園林氣質，可以瞬間的減慢生活的節奏。我在這裡待了會兒，還有不少的白鷺飛過，配合這個景色，我甚至都有了做點詩的慾望了。無奈詞窮，只能感嘆普通揚州人就生活在這樣的詩情畫意裡。這條馬路走的我都目不暇接，所以園林這個東西它不是，你知道嗎？我覺得我在揚州感受最好的不是進它那些園子裡，而是整個城市它就弄成了一個園林。而在路邊就放着這麼一個精緻的園林景致，這時候我就發現整個揚州城就是一個巨大的園林啊！沿着文昌中路往前走，這個被稱為小天壇的文昌閣，更是讓我圍着駐足了好一陣子。這個建築完全不同於很多城市鼓樓、鐘樓式的方形造型，造型和顏色更加雅致。這時候我甚至還沒有開始逛什麼瘦西湖，各種園林已經逛得我詩意飄飄了。毫無疑問，揚州的所有景點中，瘦西湖就是那個最重要的了吧？我15年前第一次來揚州的時候，一聽西湖要收費，心想這還傲氣上了，人家胖西湖都免費，為啥這個瘦的要收費呢？那就沒去。現在想想，當年實在有些年輕了。關於這100塊錢的門票，名義上說是為了維護和擴建的費用，欠了好多貸款要還。問題的核心是，瘦西湖這100塊錢到底值不值呢？我走了一遭下來的感受就是，比起你去逛各種知名的園林，那一個個的門票，揚州瘦西湖的門票的確不能算多離譜，因為裡面扎扎實實的就是各種景色組成的一個巨大無比的園林集合。不但有傳統的江南園林景色，甚至還有新建的一些唐宋園林，這裡面積之大，遠超我的預期。我走走停停，一不小心大半天的光景就沒有了。但瘦西湖到底和西湖有什麼區別呢？如果說杭州的西湖是一個水天一色的江南勝景，那瘦西湖就是人工雕琢的一個巨型園林。總之，如果天氣涼爽，作為攝影師的我真的能在裡面待一整天，幾步一景，回頭一畫。逛瘦西湖最真實的體驗就是目不暇接，它幾乎把所有江南園林的極致景致都容納在了裡面。這時候我只恨沒有陽春3月來，5月的太陽毫無遮攔地曬在頭上，一會兒就有點吃不消了。索性找一個陰涼處稍微休息一下，也非常愜意。我想瘦西湖真的就是揚州的靈魂和精華，是你來揚州必不可錯過的地方，而且一定要騰出一整天的時間，細細品味這裡的江南味道，然後你就會發現這100塊錢的門票其實還是很超值的。如果說瘦西湖是极致的文氣，那大運河博物館就是極致的大氣。這是我在所有江浙滬去過最壯觀的博物館，沒有之一。為什麼用壯觀這個詞？對的，就是字面意思。你們看畫面就能明白我為什麼用這個詞了。這個博物館之所以在揚州，自然是因為揚州是中國大運河的原點城市。公元486年，吳王夫差在揚州開鑿了邗溝，這是中國大運河有文字記載的最早河段。揚州見證了大運河2500年的起源、發展、繁榮與變遷。就我個人的觀感下來，參觀這個博物館，重點就是來看這個建築本身的。從外觀就能看出這個建築是一個巨型船的造型。然後還有一個大運塔立在了這個大船邊上，這是由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建築大師張景丘團隊設計的，其核心理念是新唐風的建築風格。簡單的說來，就是用現代的鋼結構、玻璃幕簾和幾何體塊重新詮釋唐代建築中舒展、
大气、雄渾、嚴整。我從一個攝影師的角度來看，這個造型是成功的。特別是這個大運塔，呼應了揚州城裡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在一棟被嚴格控制高度的老城區的建築中高聳起來的各種古塔。這個你們會在我後面的視頻中不斷的看到。說簡單點，就是這座古城從裡到外，從古到今都延續了一種風格的存在，一種獨屬於揚州的風格。而當我走進這個博物館，裡面的空間設計、展品陳列同樣會讓你覺得這個博物館氣質非凡。這可能是我去過最大的博物馆大廳，可以讓你立刻的感受到它想要傳達出的這種大氣磅礴。而博物馆裡很多展品雖然都是複製品，但展品陳列我依然會用大氣磅礴來形容。超過7到8米的挑高空間，完全烘托出這些巨大展品本身的气質，真的是我去過的博物馆裡數一數二的。最讓我震驚的是，他們在這裡復原了一個運河的集市街道，你走在這裡可以瞬間的拉回到了宋朝。本來在街邊擺放售賣的文創品，放在這樣的空間裡，簡直不要太合適了。你們看這裡的人氣，甚至比有些古城古鎮都要好。不只是这个博物馆，我很驚訝地發現，他們把整個博物館建築群打造的處處都能透出一種高級感來。就特別高級，你懂嗎？就它別的城市根本來不了這個。我覺得揚州現在這個審美啊，絕對是讓我完全抑制不了那種心情啊。那種古風的建築和現代的完美融合，讓我在這個大運河博物館可以說完全被驚豔到了。這時候我就知道為什麼這裡是揚州必來的景點了。來揚州怎麼能不去園林呢？不過相信我，如果你完整的逛了一圈瘦西湖，再去逛任何的園林，都有些例行公事了。因為審美已經開始疲勞了，所以我就在審美即將疲勞之前，例行公事的去了一趟個園。揚州的園林門票都要接近50塊錢，說實話並不便宜。這一下就襯出了瘦西湖有多超值了。我想，除非你是對園林情有獨鍾，否則真的沒有必要每個園林都去。然後我就到達了大明寺，我即將疲勞的審美的臨界值又被拉高了。這座1500年歷史的古剎吸引人的地方太多了。唐代高僧鑑真在這裡擔任主持，歐陽修在這裡修了一個平山堂，蘇軾又在這裡修了一個古靈堂，最後乾隆也在這裡提過筆。那大明寺對於揚州的重要性，你就自己品吧。很可惜，這裡面的靈修塔在維修，只能站在邊上看了。
看我節目的人都知道，我喜歡團購送購梁思成在我的視頻裡的重要性。如果不知道的，也可以翻看我山西大同的視頻。所以，這個梁思成主持設計的鉴真紀念堂，絕對是必來的景點了。不過揚州也不是完美的，比如它這個世界美食之都的稱號，就差點讓我這個雲貴川的胃當場退賽。因為在揚州吃早茶的體驗，絕對稱不上有多美好。我早上點了一碗陽春麵，我幾乎吃不出任何味道。我為了再次確認陽春麵的味道，我特意又找了一家本地的還算有名的早茶店，又點了一碗。沒錯，這味道更加陽春了。好了，我非常確認，陽春麵就是本地的美食了。當然，來揚州不吃揚州炒飯肯定是不行的。雖然我自己也是非常愛吃炒飯的，但完全靠炒飯就能當做一座城市的名片，也的確讓人覺得不可思議。所以我就不準備勉強自己了。原來我聊美食並不是我的強項。作為一個熱門的旅遊城市，古城、古鎮、購物一條龍自然是不能缺少的。不過這次我直接略過了在我看來有些千篇一律的東關街，證明這裡屬於不來後悔，來了也後悔的標準配置。但我發現揚州根本不是一個旅遊城市，因為他們還有非常多並非專門為遊客準備的有意思的地方，他們組成了揚州這座現代城市和傳統交融的最好印證。這個皮市街本來我也不抱任何期待的，但走着走着我就發現不對勁了，幾乎每一個小店都有屬於自己的气質，完全沒有那種批量制造出來的文旅街道的感覺。我甚至就是一步一停留，去欣賞這些店鋪的設計。我也不知道這條街上的規劃設計是不是有專人指導，或者是大家都統一了審美趣味，連這個最普通的賣桂花糕的店鋪也沒有顯得特別違和。很顯然，我被這個書店吸引了。這個書店的各種元素貌似隨意的擺放，但細心一看就是經過精心布置過的，完全超越了它周邊一眾的店鋪。從名字你就知道這家書店的主人一定是喜歡沈從文的。書店的主理人是古籍修復技藝的非遗傳承人，這裡面幾乎不賣暢銷書，甚至被稱為一家不賣書的書店。商品一看就不是工業化流程生產出來的，每一個幾乎都不一樣。我問了店員，他說都是他們工作室手工制作的。這裡所有的商品和小店的氛圍完全一致，被時間磨損後的質感存在於每一個角落。我不想用太多的形容詞去修飾，你們一定能從我的鏡頭中感受到皮市街的味道，也能感受到揚州的味道。藏在城市中的文創園、文旅街我也去了不少，但這個皮市街的確有些不一樣。它將揚州的精緻全部藏在了小店裡，將揚州的文化氣質用新時代的設計和慢節奏傳承了下來。這裡不販賣那些廉價的文旅工業製品，而是將那些只屬於揚州的品質和文化保存了起來。我想你會不會看了我的視頻，也對揚州多了一份傾心呢？
就在我以為結束了皮市街的行程後，誰想到走到了廣陵路，也是驚喜不斷。各種老建築穿插在普通人的市井生活中，各種特色的小店藏在不知道已經在這裡待了多少年的老宅子裡。走進這家多抓魚的二手線下店，我甚至開始羨慕他們的工作環境了。這哪裡是在工作啊，這簡直就是在享受生活。我糊里糊塗地走進了這個廣陵有鹽，這是揚州古城核心區的一處城市更新樣板。有鹽是指兩淮鹽商的文化根脈，還有2個意思，叫有鹽和有鹽。就在這方寸之間，藏着一個別樣的園林景致，2分明月樓。比起我去的那些封閉起來的園林古跡，這種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覺，體驗更加有趣。再往前走，畫風又變了，一個老建築改造成的現代風格的創意集市，充滿設計感的店面設計，各種有趣的店面標語。我想這又是年輕人的世界了。這條街真的讓人越走越興奮，真不知道再往前走還能遇到什麼有趣的場所。這不，剛結束廣陵路的十字路口，就發現了這家完全復古的理髮店。你们这是裝修，这一直就是這樣嗎？幾十年了？50年左右。50年了。這個在這個以前在這個巷子裡啊，從兩處加起來100多年。100多年，那您的上一輩就是做這個。外面2樓窗戶上有介紹是吧？歷史介紹。啊，真100年呀！1895年的，我去，太有感觉了。好了，不能在這裡逛了，我的腳都有點吃不消了。可以說我已經非常久沒有這樣的逛街體驗了，甚至之前從來都沒有過。就是我想不出哪個城市能將傳統的園林美學和時尚市井氣完整的雜糅在一起的逛街體驗，是真的沒有過。這時候揚州在我腦子裡已經完全擺脫了旅遊城市的感覺了。這些地方真的不止遊客才來，而是本地人實實在在生活的地方。我覺得揚州人把那種江南的精緻徹底的融入到了生活裡。那些老舊的東西不只是文物，不只是一個個網紅打卡點，它是一種文化，一種生活方式，是可以傳承下去的。這個揚州啊，我現在這個馬路上，你們看啊，馬路都是跟北方一模一樣，巨寬無比。然後你無論是周六還是周日啊，都沒有人，就空蕩蕩的。我覺得不是因為我現在不是大中午啊，是那個早上，可能才10點多。就你看這車流，揚州不知道為什麼人特別少。我走到哪裡都是這樣。一會兒我們再去個別的地方看看。揚州這個街道啊，真的是，這幾乎所有的街道都有這個非機動車道，很舒服。
然後道路規劃也比較乾淨，就是你看它這邊沒有高樓，你知道嗎？它完全是一個北方的4線小城的一個格局，但是呢，人家弄得又特別乾淨。这个就是扬州實際上是一個北方城市，你知道嗎？它格局上是北方城市，但這裡住了一堆南方人，然後停車也還算是比較規矩了，就是揚州，就讓你覺得這裡特別宜居，加上我剛剛說的那個人少，人少了這就很宜居，電動車也沒有那麼多，相當的舒適了。揚州大概就是這些了。之前我已經走過了一遍蘇州、杭州、江南，還有好多城市都沒有逛，但我覺得我可以粗淺的聊一下我自己對揚州的感受。首先我要強調一下，揚州整個市域面積人口只有450萬，主城可能只有300萬。對比起蘇州、杭州、南京的人口數量，你大概就能體會到揚州處在是一個什麼樣的水平上。反正在我看來，這就是揚州比起那些江南巨無霸城市的巨大優勢。人口密度過大，生活節奏過快，生活節奏和壓力自然就上來了。揚州的街道寬闊平坦，即便是下班的高峰期，也從來沒有見過那種密不透風的人群和擁堵。我覺得這就是揚州作為宜居城市最重要的現實基礎吧。雖然揚州是個小城市，但它該有的商區、公園、社區、公共設施、餐飲一樣都不缺。滿大街的3把刀以及皮包水和水包皮，就是揚州人最愜意、最地道的生活方式。很多江南巨無霸城市，他們在拼命進取，在忙碌，在內卷，而揚州卻選擇了一種極為罕見的鬆弛感。它沒有刻意區分旅遊區和生活區，因為整個揚州城就是一個巨大的活着的園林。那些老舊的亭台古塔，不是圈起錢來收錢的文物，而是本地人吃完早茶、散步納涼的日常背景。在這待了幾天，我突然能夠理解那句“天下3分明月夜，2分無賴是揚州”。揚州把最好的月色、最極致的審美都留給了生活在這裡的人。揚州之行讓我依依不捨，我甚至覺得以後有事沒事，我都會來揚州住個幾天，因為在我心裡，這裡才是江南的天堂。